你好啊，榮軒。喂，hello 啊，子豪。咁啊，上集咧，子豪你又講到咧，三元九運嘅真實時間，土木星嘅曆法。咁原嚟咧，未來之星咧係為七星打劫所用嘅。個目的咧就係、是、劫取未來嘅元運嘅力量。大家都知道啦，九運咧就係、是、主憂鬱症嘅，而且咧九運咧亦都係有呢個瘟疫病嘅。你可唔可以？八運過氣就瘟疫流行啊嘛，因為係啦，佢寫到清清楚楚噶嘛。所以咧就上集咧就同大家介紹咗呢個古人計算時間嘅曆法，一紀12年、一運20年、一世30年同埋一甲子60年，係根據八大行星嘅運轉點樣得出嚟嘅。咁所以咧，就算2020年唔係正式踏入九運，互聯網都應該要一早去做。炒樓都唔應該喺嗰個時候炒噶啦，唔係話2024年開始唔好炒樓噶啦，係咪先？你嘅意思係話，因為九運係屬火，所以咧互聯網都係屬火嘅，所以咧喺呢個元運入邊咧，就要做翻一啲屬火嘅行業就比較有利嘅，係咪咁嘅意思？係啦，因為有七星打劫呢一樣嘢，佢係可以劫取未來嘅元運力量，咁肯定有好運嘅人係會可以做到呢樣嘢。所以其實咧喺2014年開始咧，全球嗰個網絡化，包括你睇下世界500強啊，前10名、前20名咧，全部都係同做火電石油。Amazon 啊、阿里巴巴啊、Apple 公司啊、仲有 Facebook 啊呢啲股票咧都係大賺特賺嘅，包括微軟啦，微軟升到今年啦，你應該知啦，你個股票咁了解。係，如果照咁講嘅話，我哋 A 股或者係港股入邊嘅呢個騰訊啦，或者係阿里巴巴，未來呢20年應該係有一個非常好嘅業績嘅發展嘅。只能夠講話係焦點咯。咁你睇下依家世界500強，全部都同電有關嘅，好似冇咗電唔得嘅，除咗一個 Walmart 之外，Walmart 就賣雜貨噶嘛。係，冇錯，好嘅。是否可以咁樣理解啊？八字嘅呢個形成係咪都係同行星嘅移動有關嘅咧？呢個絕對嘅因為只有行星嘅轉動先至能夠去砌到我哋嘅八字出嚟，無論係西方嘅占星學定係中國嘅八字命理學一定都係計算出生時間嘅。咁所以因為人咧，佢嘅出生時間係永遠都唔會變嘅。例如咧每個人你出生嗰一刻木星喺邊個位置？土星咧，佢係喺你個頭頂喎，咁金星可能去咗你後邊喎，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喺太陽系有限空間入邊嘅磁場咁所以唔同嘅磁場就會有唔同嘅性格。呢個咧喺佛教上邊講咧，叫做三界都喺五行中。三界即係話欲界、色界、無色界。咁呢個參考嘅啫，但係我哋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咧？係但係咧，呢個其實亦都有啲道理嘅，因為咧，佛教講所有嘅眾生啦，所有嘅生物動物啦，佢哪怕佢個生命形態同人唔同，貓貓狗狗咧，佢其實都有自己嘅性格。咁我相信咧，養過貓貓狗狗嗰啲人咧都會知道嘅，佢哋係相同嘅生命形態，但係都會有唔同嘅性格。咁呢個咧，我哋就會去參考究竟，係咪同佢個出生時間有關咧？但係我相信貓貓狗狗嘅性格咧，係絕對可以喺個八字度計出嚟嘅。非常有趣。咁所以咧喺我嘅研究入邊咧，至於你話呢個八字形成係咪同行星有關咧？咁其實唔單止係八字嘅，因為中國個命理學咧。原來咧佢個年月日時間呢四柱咧，佢全部都係同太陽系呢幾粒星咧係全部有關聯嘅。
嗱，原來咧呢個年我哋嘅年柱咧，顧言之意咧，原來係對應木星喎，因為木星咧佢轉一圈咧就啱啱好12年，咁地球咧圍繞太陽啱啱轉夠12圈嘅時候咧，就係啱啱木星轉夠一圈嘅時候。咁所以呢個年柱咧，佢就係受木星嘅影響啊，佢係睇翻咧原來木星喺太陽嘅邊個位置嚟確定嘅。咁樣嘅。原來咧呢個月令咧，即係個月柱咧，係對應翻個太陽嘅喎。係太陽同地球之間嘅關係喎。係地球所位於太陽嘅邊一個位置，即係春夏秋冬啦，4個角落頭啦。咁出生嘅時辰咧，我哋出生嘅時辰當然就係地球嘅自轉啦。自轉一周就一日啦，呢個一日中嘅晝夜啦，白天同埋晚黑啦。咁原來日柱咧，佢就係代表地球每60次自轉嘅一個甲子。咁佢轉夠6次咧，就啱啱好係360日一年嘅。咁個日柱咧喺西方個占星度咧，佢係同個上升一樣咁樣去參考嘅，即係上升星座。明白。係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即是話人嘅八字入邊受溫度影響最明顯嘅就係月柱同埋時柱。呢個一定係可以咁講嘅，所以月令個力量會比較大啲咯，因為佢係代表住地球喺太陽嘅邊一個位置咁所以你睇到下邊一幅圖啦，指住個 Leon 咧就獅子座喎，原來咁獅子座咧，我哋睇完呢幅圖之後咧，直接可以得知獅子座嘅時間係每年陽曆嘅7月23到8月22呢一個月啊嘛。咁其實呢幅圖咧，佢其實就係一個時間嚟噶啦。佢指住嘅係 Leo， 係 Leo 就係獅子座啊嘛。係啦，OK， 係啊，明白。跟住呢幅圖喎，呢幅圖指住嗰個咧就係叫做巨蟹座 Cancer 喎。係啦，原嚟巨蟹座嘅名咧同癌症係一樣嘅。係啦，咁呢個咧之前咧我都有鋪過嘅點解巨蟹座個名係改到 Cancer 咁樣咧原來咧佢係屬於夏天，醫學上咧有一個研究咧，所有嘅癌症咧都會喺夏天復發嘅，同埋夏天咧係癌症嘅高發期嚟嘅。咁咧呢個咧其實同中醫所講嘅呢個甲骨文象形文字，即係我所講嗰個漢字真相啦，我鋪過你應該睇過啦。原來個病字咧入邊有個丙火喺度嘅，所以病從丙。所以中醫認為咧，所有嗰啲疾病咧都係同火有關嘅。腫瘤咧其實就係體內嘅青春痘。咁所以咧，我哋嘅中藥4大黃金入邊咧有3種藥都係寒藥嚟嘅。咁所以呢個咧好有趣，呢個係業餘嘅話題啦。呢個觀點非常有趣嘅咁由星象講到去中醫，咁其實大家都知道中醫咧其實都係三醫命相卜都係屬於我哋道教嘅文化嘅一個部分。咁其實原理都係金木水火土嘅所以一脈相承。非常有趣嘅呢個話題。好咁接咗落嚟，我又想問下志豪西方占星學所講嘅進入水瓶時代嘅時候咧，咁呢個話題點樣理解咧？佢其實西方嘅占星學咧，佢又同中國嘅呢一個生肖咧係對應嘅。咁原來3元9運咧，呢9個運行完咧，一共係180年嘅。咁呢180年入邊咧，原來過往嘅9個元運咧，榮軒一直行緊嘅宮位咧，佢永遠3元9運都係三角形咁樣行嘅。呢個咧叫做120度嘅和諧上位，喺西方嘅占星學。咁喺中國咧，我哋係叫做三合局。
西方係叫和諧相位啦。咁原來三元九運咧，佢又係一個比八字計算更加大嘅曆法規律嚟嘅。原來之前行嘅9個元運咧，分別咧係行緊中國對應嘅巳酉丑，即係話摩羯啦、金牛啦同埋處女，佢係不停咁樣喺呢度徘徊3次嘅每一點。明白。咁呢個咧，我哋佢其實之前行緊嘅巳酉丑咧，就係西方所講嘅土象星座啦。咁好啦，但係到咗今次九運咧，就非常之特別啦。呢個係一個水瓶時代。點解咧？原來今次咧，佢就唔會再去摩羯座、金牛座、處女座，就會轉咗去雙子座、水瓶座同埋天秤座，亦即係對應我哋中國嘅申子辰、馬騮、老鼠同埋今年嘅龍年啦。咁咧又正式從土象星座咧就轉到去風象星座啦。咁所以未來咧呢個九運啦，到未來嘅3運6運咧，佢都係會進入水瓶座。147即係9運之後就一運啦，147之後咧就會去到天秤座，258就雙子。咁所以咧呢個就正式係西方所講嘅進入咗水瓶時代，原來就係申子辰三江。咁呢個規律咧我就都係最近幾年先至發現因為咧我喺2018年嗰陣時咧，我就睇到九運差唔多到咯，跟住原來睇到八白星係八白星過氣主瘟疫流行，咁4個字講晒啦已經。冇錯。咁佢呢句話咧佢呢句話好圓嘅喎，你可以將佢理解為差唔多到八運尾巴，到咗八運尾巴差唔多到九運嘅時候咧，可能就會有瘟疫。你亦都可以將佢理解為九運到咗嘅初頭，或者係八運已經過咗啦，佢就會出現呢個瘟疫流行。咁所以呢個咧都係我哋中國古人啦去做過一個好詳細嘅一個資料統計，係非常之珍貴嘅，因為有數據你先能夠預測噶嘛，係咪？亦都是我哋古人咧喺歷代嘅呢個王朝咧高度經濟繁榮嘅背景下咧，先有咁多嘅預算咧，可以搞出咁嘅部門進行呢個大數據嘅統計嘅。呢啲記憶一定要係連續不斷咁樣先至能夠去記錄得到嘅咁所以咧，你知唔知道依家嗰個即係我會喺度研究，究竟我哋中國嘅天干地支咧，究竟係根據乜嘢計出嚟嘅咧？咁地支咧就肯定就係根據個方位啦，東南西北咁但係個天干點樣計出嚟嘅咧？咁原來咧有一張圖叫做有一本書有一個典籍叫做《黃道經緯儀》，你有冇聽過？唔熟悉，但係另外仲有一本書我都睇過嘅，叫《五行大義》亦都睇過天干地支係點樣嚟嘅，都非常有趣。咁咧，我依家講呢個《黃道經緯儀》咧，原來佢係放咗喺梵蒂岡嘅圖書館。即係呢個圖書館咧，其實佢真真正正天主教能夠去立國能夠去管理到全球1/5嘅人口咧，其實就全靠呢個圖書館。咁咧有第二個呢個世界最珍貴嘅地方咧，就喺西藏嘅布達拉宮啦。即係人民幣咧，佢嗰張50蚊咧，第一100蚊係咪頭像嚟嘅？冇錯。50蚊咧，佢就係布達拉宮喎。咁有人話咧，布達拉宮入邊咧係藏住世界上一半嘅財富。咁其實佢哋所講嗰啲財富咧，我相信就唔係嗰啲金銀珠寶，而係入邊嗰啲書。冇錯，精神財富。咁而且咧，當其時咧，有人坊間咧有啲都市傳說，咪傳說話希特勒當時咧就好想去佔領西藏，
點解啊？因為入邊咧有一種叫做扭轉時間嘅工具。係。咁你點樣睇啊？呢個係一個非常有趣嘅話題啊！咁大家如果有印象知道希特勒嘅嗰個標誌啊，黨衛軍嘅標誌咧，其實同佛教嘅標誌咧，其實係有借鑑嘅意義嘅。當然佢係喎，冇錯喎，佢同佛教係調轉嘅喎。係啦，所以背後一個講順時針，一個講逆時針喎。而我咧就唔認為呢個所謂可以改變時間呢一樣嘢係一個工具。我唔相信呢樣嘢。我覺得你都唔會相信。我覺得一定係入邊嘅書，佢嘅執政嘅一種方法，可以令到即係呢個社會嘅時間會過得好快，或者係會令到佢過得好慢。我覺得係一啲執政嘅方法咯。我聽過另外一種講法，就話當年咧，上古時代就天外文明就降臨咗地球，咁啊其中一支咧就去咗西藏啊，亦即是地球上最高嘅呢個地方，咁樣將一部分嘅星外文明咁咧就傳咗俾當時嘅地球人，咁啊西藏係其中一支，咁所以咧上古時代嘅人就將呢啲文明就以書籍嘅形式記載咗落嚟。哇！榮軒，你睇嗰啲英文頻道嗰啲知識啊，真係非常之有趣。咁啊，依家入翻正題啦，就你依家睇下嗰個2020嗰個2020年嗰個視頻。嗱，咁我哋咧就跳到去12月21號，因為咧土木星記載合相嘅時間咧係喺2020年嘅12月21號，咁可以嗱，依家跳到過去。係。OK。冇錯。12月20號。嗱，咁我哋可以見到啦，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嗱，我哋可以見到呢7環之內，第8環嗰啲唔使睇㗎啦，榮軒。係。嗰啲係叫做天海冥，成100年、成250年先轉一圈嘅。雖然佢都係圍住太陽轉，但係太遠啦。冇錯。咁你見到土木星咧，依家咧係走埋咗一齊嘅。冇錯。咁咧，地球咧就喺呢個水瓶座呢邊咧，啲星啊全部聚晒落去呢個方位。咁變咗水瓶座嘅對面啦，就乜嘢星星都冇嘅嗰陣時。咁係咪因為咁樣個地球個磁場全部去晒水瓶座呢一邊？而水瓶座嘅對面咧係冇任何一粒星嘅。咁會唔會係個磁場突然間失衡咗咧？因為要知道木星同土星係除咗太陽以外對我哋影響磁場最大嘅行星啊嘛。冇錯。所謂金木水火土啊嘛。係。所以係咪因為呢個原因能夠證明20年一次嘅圓運就係根據呢2粒星每大概19年到21年左右嘅相合而計算得出嚟啦？我覺得呢個觀點非常有趣咁令我諗到我哋人嘅八字入邊，如果某一種五行嘅權重失衡嘅話咧，嗰個人嘅嗰個性格同埋際遇咧，亦都會出現非常之極端嘅呢個變化嘅。呢個一定㗎啦，呢個一定㗎啦。因為佢少咗其他五行咧，佢就諗唔到其他嘢啊嘛。咁但係咧都要睇翻格局嘅。如果佢專注去做呢樣嘢，即係呢個係佢長能嚟嘅。佢專注去某一個長能嘅嘢咧，其實都能夠成功，都能夠好極端嘅。冇錯。咁呢度咧係嘅5月28號咧，又係一次土木星嘅合相嘅記載喎。係。咁我哋依家停咗喺度啦。咁咧，今次咧又係連成一條直線嘅。所以佢就係根據呢一個星象，會唔會係咧？咁嗱，你睇到呢幅圖，
嗱咁所以咧，呢個就係書本原文啦，就係坊間所一直認為嘅三元九運嘅時間表。咁但係咧，佢係冇一個準確嘅時間嘅。冇錯啦，係啦，的確而家坊間流傳嘅主流嘅呢個觀點咧，就係2024年開始先進入九運啊。咁亦都有啲人係話係由呢個立春開始啦，亦都有人話係由呢個月呢個叫做甲辰年嘅第一日開始啦。有人話1月1號開始添。係啦，咁各種各樣嘅講法都有嘅。咁但係實際上，如果係由土木星交匯開始計起嘅話咧，咁足足比起呢個市面流行嘅呢種觀點咧，就早咗3-4年嘅啊。咁早咗4年到啦，因為佢個平均時間係喺19年零7到8個月嘅。冇錯啦。咁佢上次八運2020年、2000年到九運咧，用咗19年5個月。你呢個觀點非常有趣啊！如果係按照土木星交匯嘅時間嚟計嘅話咧，就我哋好有趣地發現咧，原嚟八運咧喺2000年嗰陣時發生咧，我哋記得2000年就發生咗呢個叫做美股嘅嗰個叫科技股嘅 bubble 嘅 burst 啊。咁同大家介紹下先，榮軒咧係一個喺金融界入邊寫過好多易經論文，喺某平台咧係非常之有說服力嘅。喺呢方面接觸過少少嘅風水命理嘅知識，咁將佢運用喺唔同嘅呢個行業入邊，咁有時會有一啲非常有趣嘅事情。係冇錯，以後有機會慢慢同大家分享下。咁講翻九運，如果係土木交匯，我哋亦都發現咧，就係2020年底、2021年初開始嘅。咁如果係咁樣的話咧，我如果印象中冇錯，咁就其實當時除咗係疫情之外嘅話咧，咁咧亦都係呢個所謂嘅喺中國大陸房地產宏觀調控嘅開始嘅年份嘅。咁大家如果有印象都知道，自此之後咧，中國嘅房地產就經歷咗到而家為止就一路向下嘅呢個趨勢嘅，到而家都仲未反彈。其實佢八運尾嗰陣時個氣就已經開始耷㗎啦，即係佢唔係話踏正嗰一年嘅。咁你睇下香港首富、華人首富，佢好早就已經賣樓啦。冇錯。佢唔係等到2020年先走㗎。但係我就記得喺呢個2020年12月份嘅時候咧，咁英國咧就係因為疫情咧就差啲都幾嚴重嘅，喺個街上都。冇錯。咁如果係咁講嘅話咧，就坊間有一部分人嘅講法就係認同話，既然九運係屬火，咁房地產屬土，會唔會其實房地產未來嘅20年都仲係有運行嘅咧？咁佢八運一過咗氣嘅話，一見到土都係麻煩㗎啦。你只要係辰戌九運入邊，只要係辰戌丑未呢啲土年咧，即係土星主導嘅年份，都係會麻煩啲，會慢啲咯。明白。咁睇好啦，咁今次呢個視頻咧就大家都睇完啦。今日咧就講到呢度，下一集咧再繼續講呢個九運離卦卦辭啊。咁原來咧你啱啱先咪問我嘅係，即係好多人都關心呢個九運究竟同每一個普通人有咩關係啊？原來九運咧，佢有個主卦同埋6個卦爻，即係有6爻，咁一共有7句説話。咁個主卦咧，原來係叫你去儲錢嘅。我哋下一集再去講呢個話題。好啊，好多謝梓豪同大家分享三元九運嘅內容。咁今日到此為止啦。OK，好，咁拜拜。
拜拜。